这一期我们来到了这趟江南之旅的最后一座城市——南京。早上我们从一线东站出发，搭高铁前往南京南站。从一线东站到南京南站的车程大约2个小时半。抵达南京后，我们就前往酒店寄放行李。我们在南京入住的是这家新街口的古南都弘嘉逸居酒店。南京的第一站，我们先来到了牛首山文化旅游区。这里耗资约40亿打造，把曾经的废弃矿坑变成震撼的艺术殿堂。从景区入口进去后，还需要搭乘接驳车前往核心景区。如果是假日过来，排队的人潮会比较多，建议可以预留多一点时间。这边扫码购票就行了。从入口搭景区车上到佛顶宫，大概还需要10分钟左右。下车之后还要步行一小段才会正式进入佛顶圣境。虽然景区里还是需要走不少路，但部分上坡路段都会有电扶梯可以乘坐。首先来到佛顶宫外的观景区域，这里是游客打卡合影的绝佳机位。佛顶宫是牛首山的标志性建筑，整座宫殿分为地上3层和地下6层。走进佛顶宫内，先来到地上楼层的禅境大馆。殿堂开阔雅致，头顶是浩瀚如星空的穹顶，伫立着许多庄严大气的佛像。我们刚好赶上这里的飞天乐舞演出。接着我们往第一宫走去。佛顶宫本身是一座深坑建筑，整座地宫共6层，深入地下44米。这里供奉着世界现存唯一的释迦牟尼佛顶骨真身舍利，它被视为佛教界极其珍贵的圣物。也因为这个原因，牛首山不只是一个观光景区，更是非常重要的佛教文化圣地。
在地宫还能走上高层区域观景打卡。离开佛顶宫后，旁边这一片就是佛顶摩崖石窟，上面有13个石窟，下面全是佛像和经文石刻。这里的欧式黄廊也是游客们超爱的热门打卡机位。赏完绝美的日落，就要抓紧时间下山。我们这天刚好是周日的傍晚，搭接驳车下山的游客非常多，所以如果是假日来牛首山，下山时间也建议预留多一点。离开牛首山后，我们直接打车前往金陵小城，从牛首山东门打车过来大约20分钟。金陵小城是以南京六朝文化打造的古风景区，这里并非是遗存的古城，属于现代仿古的沉浸式街区。金陵小城晚上还有免费的实景表演，分布在园区不同的点位。金陵小城整体不算大，比较适合安排在牛首山之后顺路过来。第二天一早，我们来到了南京秋天最有代表性的景点之一——栖霞山。我们这次来的时间是11月中旬，山里的树叶已经慢慢染上了秋色，但还没有到整片完全红透的程度，只有部分的树会比较红。清晨7点之前进入栖霞山景区可免门票游览，7点之后入门票为80元。
从景区入口进去后，就可以看到红黄绿三色交织的斑斓树叶。我们先走到了山脚下的栖霞古寺。栖霞古寺是一座始建于南齐的千年古刹，是中国佛教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座寺院。寺里的2颗百年银杏静立在古刹之中，入秋后满树金黄，为千年禅寺增添了一份宁静禅意。在栖霞山除了可以徒步上山，也可以选择乘坐景轿车。从栖霞寺乘坐到半山腰单程每人10元，也可以乘坐到临江台，也就是栖霞山的最高点，则是每人20元。也能租个电动车自驾栖霞山。我们只是坐到虎山站附近稍微走走。山上也有各种补给站，可以购买食物饮料。最后就从天开沿站坐景区车下山。傍晚我们来到中华门城墙一带。中华门是南京明城墙的重要城门之一，也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的古堡式城门，被誉为天下第一瓮城。中华门白天票价50元，夜游含演出则是90元。只要5点前入园，买白天票也能直接看到晚上的光影秀。You're the rose in a garden, and it shows if I'm honest. You're the leaves in mid-August, and I've come out here to say that I love you. 中间区域10分钟，最后第3问10分钟。这座城建成以来，我的祖祖辈辈、无数的灵魂都守护在这。我张家，我刘家，我赵家，朱家，一表复一主，30载寒暑。我呀，也许看不到建成的那一天。这里每
血脉相连，一城山河，中华之梦，还是无名无息。离开中华门后，来到夫子庙附近吃个晚餐。来到这间帝国江湖吃个帝国鸡。接着就来到秦淮河夫子庙一带走走。这里是南京最具代表性的老牌商圈，也是秦淮风光的核心地带。还可以来这里体验秦淮河夜游船，感受南京最迷人的夜色。到南京除了逛夫子庙之外，还有一个值得一去的地方，就是德基广场。很多人来德基根本不是为了逛街，而是专程来打卡这里超有名的解忧所。整栋楼的卫生间全是艺术主题，一层一种风格，造价动辄千万。接下来带大家看看我们这次打卡了哪些超有特色的解忧所。首先打卡的是整座商场里造价最高的解忧所。整体走的是酷炫夜店风主题，氛围感直接拉满。除了特色网红卫生间，商场内还有氛围感十足的潮流酷炫区域。第3天一早，我们打车来到了明孝陵景区3号门。明孝陵景区总量只要早上7点前入园就能免门票游览。从3号门进来就会来到燕雀湖。每到秋日，这里变成了南京热门的赏秋胜地。成片的水杉临水而立，将湖畔染成浓浓秋色。比较可惜的是，这天刚好是阴天，少了阳光的照射，水杉的色彩和层次感就没那么惊艳。这天气温还从平时的90度骤降到接近0度，加上大风不断，感觉像一夜之间进入了冬天。离开燕雀湖后，就往长生路院的方向走。600多年前，朱元璋建明孝陵时，就在这里养了3000头梅花鹿。鹿宴8点半开放，可以隔着围栏免费观赏，也可以买份鹿草鹿园近距离投喂。看完鹿后，就往石象路的方向走。路上经过了这条凌云大道，风景也很美。接着我们就走到了被称为南京最美600米的石象路。
And who's gonna keep you when storms are coming? I will always. And who's gonna teach me how to listen? And who's gonna love me without a reason? Will you always? 而在南京还有个必来的清单地标，那就是陵园路的梧桐大道。每到秋天，树叶渐渐转黄，整条大道就像被金色覆盖一样，非常浪漫。I lose my breath whenever I see you. You stole my heart, what is it that you do? My life was great till you added colors. Like the moon needs the sun, we don't care about the others. You set my world on fire. You're my heart's desire. 我们在南京的旅程就在此结束了。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别忘了帮我们点赞和订阅我们的频道。那我们下个旅程再见。